大明啊，哎，最近几次任务表现得不错，经得住考验呢。王政委，上次关队长送我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希望我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。我当时拍着胸脯说，我肯定会的。其实我到现在都不知道，怎么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？你能告诉我吗？这个道理呢有很多，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。不过呀，最主要的是要在革命斗争中经得住考验。通过最近的接触，我觉得你行，你呀，经得住考验。王政委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经得起考验，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。洗脚呢？干啥去了？我跟王政委下山执行点任务。啥任务啊？啥任务也不能跟你说。是不是今天下午三叔交给你的那个任务啊？那就更不能跟你说了。哦，瞒我？跟你说的，我也不是瞒你，就是不能告诉你。丁大明，我现在算不算你媳妇儿？算啊，算不算你在世上最亲的人？算。那你还瞒我？沈星，咱们啊，现在在部队了，那部队是有纪律的，说要保守个秘密，就算是亲爹、亲娘、亲媳妇儿，那都不能说。行，就算是纪律，那为啥能对你说就不能对我说呀？那我不是早就加入了吗？你这不刚来了吗？不信任我？也不是不信任。那为啥呀？行，我跟你说了吧。关队长跟我说了，说一个革命战士要忠于党，听从组织，服从命令，保守秘密，为了革命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。你听明白了吗？啊，这里边有保守秘密，所以我不能说。我听不明白，你也别跟我说这些乱七八糟的。我就问你，咱俩现在不都算是部队上的人了吗？啊，那为啥要对我保守秘密，对你就不保守秘密？有啥任务跟你说就不跟我说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这不是？那我还在这待着干什么？我不干了！哎呦，你看你，行，你洗完你擦啊。老关，哎，政委回来了。哎，我啊跟大明在下山呢，弄了2个火烧，我俩吃了一个，这个是给你留的。战士们都没有粮吃，我怎么好意思吃火烧啊？一个火烧也解决不了大家的急，你就先吃了吧。来，快说说你那边什么情况？大明带我下山呢，要去你们家粮行，可镇上戒备太严了，根本靠不上钱。土匪这次搞粮食，引起了社会员的高度警惕。我们再想搞粮，太困难了。实在不行，我就去土匪那儿借点儿。他们能借吗？要不是我们帮忙，他们的粮食根本运不回去。人总要讲点良心吧？你还指望土匪跟你讲良心？有没有良心，也得试一试。况且啊，我想摸摸赵胡子的口风，争取早点把他们收编过来。那就试试吧。
啥呀你？啊？我上床睡觉啊？你凭啥跟我睡一张床呀？咱俩不都拜堂成亲了吗？那都成夫妻了，还不能睡一张床啊？你真逗！离远点。山杏，你怎么了？变卦了？白天不还说我是你爷们儿，你是我媳妇儿，那到晚上，媳妇儿跟爷们儿睡一张床，这咋的还不行啊？我就变卦了，咋的吧？呀，这就变卦了？嗯，三楼啊，哎，爹，您坐找我有事儿啊？啊。您喝茶？啊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没事。说吧。我就是有件事情我想不明白。说。狼雕今天下山买粮，竟然让守备团的人给发现了。守备团的人是怎么知道咱们下山买粮的？奇怪吗？还有，在守备团马上就要包围我们的时候，共产党的游击队又赶来了。共产党游击队又是怎么知道咱们弟兄们有危险的？奇怪吗？这事我问过狼雕了，他说是丁大命报的信儿。那不就更奇怪了吗？丁大命是谁？一个臭长工，他怎么能联系上共产党游击队呢？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已经被共产党游击队的人给拉拢过去了。共产党游击队、狼雕、丁大命，他们就是一伙的，这是摆明了用连环计来蒙您呐！连环计。对呀，爹，你听我给您分析啊。首先，狼雕下山买粮，故意让守备团的人发现，然后他又让丁大命去通知共产党的游击队的人赶来。共产党游击队的人赶来救了我们，就是想让我们感谢他们。这不是连环计，这是什么呀？爹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！哎，我就这么说吧。他狼雕就是想把他们拉下山去投靠共产党，这才是他真正的用意。让我想想。哎，不着急啊，不着急，您慢慢想啊。老弟啊，山星找着了吗？整个镇子都找遍了，人影都没有。看来真是私奔了。私奔了，肯定是私奔了。你说这个山杏啊，对丁大命这么痴情，你说丁大命有啥好啊？这就是命，命啊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也别担心了啊。他们俩迟早得回来，我就不信了，他俩手里一分钱没有，在外边喝西北风去。山杏从小就不听话，到底还是嫁给丁大命。他是谁也拦不住，谁也拦不住啊！行了，别嚎了，别嚎了。别嚎了，行不行啊？等会儿你再嚎，让娘听见了。丁大命，丁大命，丁大命在门口呢。大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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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咋睡这儿来了？屋里就一张床，那俩人睡着不方便，我就睡这儿了。哎，队长说了，你们两个是两口子，可以睡一张床。是两口子，俩人睡一张床我不习惯，怕挤着他。
那个董，你找有事儿啊？队长找你有事儿，叫你去一趟。好。咋又单独找他？队长，啊！队长找我。对，我找你。着凉了，去把衣服穿上。没事儿。衣服呢？我说，你别笑话我啊！昨天晚上山杏没让我经不住，把我给撵出来了。我在门口睡一宿。为什么呀？他问我，你给我布置啥任务？我没告诉他，他就生气了，把我给撵出来了。这山杏真够厉害的，你也真够窝囊的。那你侄女儿，她啥脾气你也不知道。队长，你找我啥事儿？大明啊，现在队伍上缺粮食啊。这我知道。昨天我跟王志伟下山就找粮去了，但关家大院被守备团围起来了，1颗粮食也拿不出来。我知道这个事儿，我想上土匪那儿管他们借点粮食，毕竟咱们救过他们。行，咱去找狼雕大哥去。大明，哎，我想让你陪我一块儿去。行。谢谢团座不杀之恩，你起来吧。在下不敢。知不知道团座为什么不杀你啊？团座的大恩大德，大恩大德那是肯定的，不杀你是因为留着你还有别的用。我知道，关世才，今后要誓死效忠团座，像狗一样忠于我的主人。土匪下山买粮，虽然我们没有把粮食截下来，但可以说明山上的土匪和游击队他们都缺粮食了。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看好你们家的粮行，别再让山上的土匪和游击队再弄走一粒粮食，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要是在你眼皮子底下再让游击队或土匪弄走一粒粮食，我不会再饶你。团座放心，再让他们弄走一粒粮食，我自己把脑袋砍下来，我低了人头来见您。看你表现吧，回去吧。谢谢团座，谢谢团座不杀之恩，谢谢团座不杀之恩，谢谢团座。三哥啊，你穿这套衣服真精神。少跟我耍嘴皮。哎，大明，我听说土匪窝子里，顶属赵三龙这个人心狠手辣，是吗？赵三龙啊，无恶不作，坏事让他干尽了。咱们去借粮，他肯定得使绊子。看来啊，咱们得提防着他点啊。没事，狼雕大哥是好人，他肯定帮咱们。狼雕，这个人值得信任。老二，你还没死啊？我命大。老二，怎么跟娘说话呢？你闭嘴！老关太太，我打死白梨花的爷爷，我是有错。你对我动家法，我也没有怨言。可你把我抽得半死啊！
你看看。哦，你三鞭子，差点把我脊梁骨给我打折呀！打完我，你又把我送到了守备团，让佘团长枪毙了我。你还说，我就是死了，也不许进官家的肥营。虎毒不食子啊！天下有你这样的娘啊！行了，你不认我这个儿子，我也不认你这个娘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姓关了，我姓佘。佘团长才是我再造的爹娘。以后你们谁敢惹我，我他妈真就崩了他！二嘎子，把他都给我带进来！进来！你他妈给我进！泰丰粮行上下人都到了吗？喘气儿的都抓来了。山星和丁大命呢？啊？山星和丁大命呢？关队长，闭嘴！我现在不姓关了，我姓佘。哦，那啥，佘队长，他们私奔了。私奔了？刘烨，丁大命是你的小叔子，你跟我说，他跑哪去了？为火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？他跟山星私奔了，到外边过日子去了。不会去找狼雕去了吧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泰丰粮行我接管，从现在开始，粮食卖给谁不卖给谁，必须由我说了算。你们谁敢跟山上的土匪游击队勾结，私自把粮食卖给他们，我立刻把你们抓到守备团，枪毙！听懂了吗？听没听懂？听没听懂？听懂了。你个畜生！你先崩了我！你别以为我真不敢毙了你！是的，崩了我！我不跟他信信，你畜生！你谁把你毙了？谁把你毙了？你慢！你们干活干活去！对。二杆子，你告诉弟兄们，给我盯紧了，出个一差二错，我先崩了你。明白。走。报告大当家的，外面有人求见。什么人？游击队的。有请。是。大当家的，久违了。关队长，大驾光临是有失远迎啊！来，请坐。请。大明兄弟，哎，请坐。好。关队长，真是要谢谢你2次相救啊！本来我是要登门谢恩的，没想到你会亲临山寨，这真是让我们感激不尽呐！来呀，杀鸡宰羊，盛情款待。是。
等等，咋了？大当家的，山上的物资比较匮乏，我在这儿大吃大喝，怎么能咽得下去呢？如果大当家的给我这个面子，就粗茶淡饭，我这心里还能舒服一些。关队长真是明事理之人呐，佩服。好，糊土豆做高粱米饭。哎，大明兄弟，哎，听说是你报的信儿啊？对，是我报的信儿。那还真得谢谢你。哎，大当家不敢，千万别谢我。要谢你谢我们关队长吗？真的谢我们关队长。我现在加入共产党的游击队了，我是关队长的人。你加入游击队了？哎，嘿，我拉他入伙，他不来咱这儿。你干啥不到我这儿来啊？共产党的游击队啊，以前打日本人，现在啊打国民党。等着以后，要是夺了天下，领着穷苦人民翻身，过上好日子。你说这样的部队我不参加，参加啥呀？行啊，大命啊，这几天不见，说话一套一套的。哎，他说的有道理。我对共产党游击队还是印象很好的。二当家的跟我说过，这天下早晚是共产党的。我看是这么回事儿。大当家的，如果您也认这个理儿，那莫不如咱们联合起来，一块儿对付守备团。说啥呢？关队长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三当家的，三老你规矩点儿。咋的，关队长，来招安呢？咋说话呢？关世良队长，您是不是来打我们兄弟们的主意，想把我们收编，为你们所用啊？三当家的，说话别那么不客气。我今天不是来收编谁的，我是有事来求大当家的。别扯那没用的，有屁快放！周三龙，你能不能对我们关队长客气点？哎呦喂，谁放了个屁这么臭啊？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？你出去！大当家的、二当家的跟关队长在这研究事儿呢。我觉得你应该出去吧。我弄死你！赵三龙，人家是客人，也对我们有恩，你能不能不这么失礼啊？三龙啊，我跟关队长正在这谈事儿呢。你要听嘛，就在这听；你要不听，就回你屋去。把枪放下。我放，我放。说说吧，关队长。关队长，你说。实不相瞒呐，大当家的，山上现在一粒粮食都没有了，战士们天天吃野菜、啃树皮，所以我想请大当家的借一点粮食给我们。没问题呀。我们山上弄粮食来都是你们帮的忙啊，要不然一粒儿都上不来。没问题。谢大当家的，不借，一粒都不借。赵三龙，你爹还坐在这儿，你凭啥说不借？我说不借，自然有我不借的道理。你有啥道理啊？有什么道理我跟你说不着。我告诉你，赵三龙，
要没有丁大病报信儿，要没有关队长解救我们，这批粮食根本就搞不到手。你有点良心好不好？赵三龙，你讲点良心好不好？大明，你别说话。三当家的，你说不借我们粮食有不借的道理，好，你把这个道理说出来，让我们大家听一听。关队长，我跟你说的着。哎呀，这个理应你们救了我们呀，我们确实是应该感谢你们才对。可是有件事我特别的纳闷啊，他狼雕下山买粮，怎么就被守备团给盯上了？啊，丁大命又怎么去给你们报的信儿？而你们又在我们最危难的时候，怎么又神兵天将一般的赶来救？如果关队长你能回答我这几个问题，我把粮借给你。可是如果你回答不了，别说是借粮了，今天你们几个呀，谁都别想离开这儿。大当家的，这可就有点不太像话了。把他都放下，滚出去！你也滚！我不走。爹啊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我必须在这儿听一听。爹，难道您真的就没有考虑过我说的这几个问题吗？这可是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存亡啊！关队长，今天三龙是太失礼了，我在这儿向你赔不是。但是刚才三龙说的那些问题，你能给我一个解释吗？大哥，你也怀疑游击队？事情弄清楚了，对谁都有好处，是吧？这还不讲理了啊？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报个游击队了，让守备团把你们都灭了。大明，三当家的提出的这些疑问，我暂时还无从解答。二当家的下山买粮，为什么被守备团盯上了，我也说不清楚。不过，丁大命发现守备团盯上了你们上山报信儿，游击队及时下山相救你们，这却是不争的事实。三当家的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我们这么做有什么错的吗？关世良，你以为就你聪明是吗？嗯，狼雕下山买粮，守备团就及时发现了，又恰巧丁大命又能及时的给你们送信儿。当守备团把我们围上的时候，你们又能及时的赶到来救我们。如果这不是事先安排好的话，怎么就这么多个及时？就算是事先安排好的，又能说明什么？哼，爹，我说漏了。哎呀，这要是没个明白人在这儿啊，他们真能把你给忽悠。又能说明什么？我来告诉你，又能说明什么？说明这是你们施的连环计加苦肉计。先是设计好一个陷阱，然后让我们掉下去，然后你们又把我们给救起来。我们得感谢谁呀？当然得感谢你们共产党游击队了。那说到感谢，那肯定就得报恩。这个恩怎么报？你们这不就来？我看你们借粮是假，你们无非不就是想利用我爹的感恩之心，收编我们兄弟，为你们所用。三龙，你啥意思？你是怀疑我跟游击队串通好了，陷害兄弟们是不是？哎呦我的天哪！我说了半天，你终于明白了。赵三龙，我豁出命去为山上的兄弟买粮食，你还诬陷我，你太阴损了吧！我阴损还是你阴损啊？你肯定是收了他人共产党的好处，在这吃里扒外坑自己人。赵三龙，行了，都别说了。
关队长，我这人喜欢直来直去，你给我说句实话吧。今儿你是来借粮的，还是来招安的？大当家的，我已经跟您说过了，我是来借粮食的。按道理呢，我应该感恩，把粮食借给你。但是听三龙那么一说呢，我还真犯嘀咕了。所以这粮食，我不能借。大哥，说什么都没用。今儿这事儿不说清楚，这粮食不借。哎呀，你放开我！大当家的，发现他在门外偷听。下去吧你。行了。干嘛呀你？你咋来了？你先起开。三叔，三叔，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咱们家就是开粮行的，用得着找他们借粮吗？啊，咱们家里有的是粮呀。陈星，别捣乱行不行？捣什么乱呀？我说的是事实嘛。咱们家就是开粮行的，用得着在这儿低三下四的求他们吗？山青，你给我闭嘴！爹，听见了吧？要不是小山杏提醒我，我都给忘了。人家老关家是开粮行的，哎，一个家里边开粮行的来找咱们这帮臭土匪来借粮，不，关队长，我现在相信你是来借粮的了。关队长，看来你真不是来借粮的。我这人怎么都好说，就是不喜欢别人给我耍心眼儿。大当家的，今天这件事儿，我就是长100张嘴，恐怕也解释不清楚。不过，中国有句古话，纸里包不住火。我相信，早晚有一天会把事情弄清楚的。行，粮食我不借了。告辞。不送。真是来跟我耍心眼儿的。三叔，三叔，三叔，哎，三叔，别叫我三叔。哎呀，咋了？你冲我发这么大火？我还发火啊！事情全让你搞砸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三叔，这事跟我有啥关系？赖得上我？你别说了，我真想打你一顿吧。哎呀！你说这事跟我有啥关系啊？陈星，你就别在我面前还装不明白了，行吗？啊！我没装，我是真糊涂。你说你俩背着我在屋里嘀嘀咕咕的，我就想知道你俩干啥来了，所以我就跟来了。那你不想想为啥嘀嘀咕咕的？不就怕别人听见吗？啊！我跟三叔出来那是执行任务来了，不是看戏，也不是赶集，你就不应该跟来。我媳妇儿啊！说好了啊，我再他妈说说。听紧了啊！关队长，关队长，找啥事儿啊？没记性啊？哪有什么关队长？
佘队长，给忘了。佘队长，找我啥事儿？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知不知道谁去给游击队报信？不是，佘队长，我当时只顾着盯粮食车了，那小豆都撒2兜子，当时我都害怕死了，哪还能知道谁去给游击队报信啊？能不能是丁大命？那肯定不是。你咋还肯定上了呢？正拜堂了，他咋去报信去？你说肯定不是丁大命？肯定不是。那我还敢骗你吗？鬼火啊，这没你啥事儿了，干活去吧。那，佘队长，那我走了啊。你俩给我盯紧点啊！哎，放岳队长，放心，队长。放我出去！凭什么关我禁闭啊？啊！我犯啥错误？我都看见你了，小胡！别给我装没听见！给我把门开开！小胡，把门开开！哎呀！刘燕，昨天狼雕回来弄粮食，你俩见没见面？不知道，我没看见。不可能，你俩肯定见面了，是不是都亲热过了？关队长，佘队长，佘队长，你要是有正经话你就问，没有正经话别耽误我干活。刘燕，我现在才明白，我拿不下你，是你一直心里有狼雕啊。你说你跟那个狼雕有什么好处啊？不就是个土匪吗？早晚他得掉脑袋。掉不掉脑袋用不着你管。哎呀哎呀，你小娘们儿，挺硬啊。不用你硬，我告诉你啊。今天晚上你必须到我屋里陪我，你要是赶不去，我就给你安个通匪的罪名，把你扔到守备团的狼狗圈，让狼狗活活的咬死你。沈先生，吃饭了。我不吃。哎呀，你就别生气了，吃点饭嘛啊！呀，你真的别生气了，你生啥气啊？我犯啥错了，你们就关我禁闭啊？气死我！我说你组织性、纪律性差吗？你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犯啥错误了。你说你冒冒失失闯进那土匪窝子，三叔不仅没借着粮食，还让土匪怀疑有啥阴谋，你这犯的错误还小啊？三叔对你挺好的了，让我把饭给你送过来，你别赌气了啊，赶紧吃一口。饭在哪儿呢？这儿呢吗？这叫饭呢？现在山上没有粮食了，只能吃野菜了，你就将就吃吧啊。这能咽得下去吗？咋咽不下去？战士们都这么吃呢。我看你还是不饿。你要饿了啊，你吃这比吃猪肉炖粉条子还香呢。饿我也咽不下去。这咋呀？这以后还天天都吃这个呀？你这不有我呢吗？
你能当肉吃啊？别开玩笑了。你看，鸟蛋，我刚才啊给你掏了几个鸟蛋，煮熟了，啊，你偷偷吃了，谁也不知道。丁大命，你说你们一个个的，活人能让尿给憋死啊？啊，没粮想办法弄粮去啊！叫你说呢，我跟王政委下山干啥去了？就是去你家弄粮去了。结果守备团把你家围住了啊，一粒粮食都弄不出来。王政委跟关队长正为这事儿发愁呢，谁没想办法啊？这办法嘛，不是有的是吗？你呀，就是个大小姐，啊，上嘴唇下嘴唇一碰，办法有的是。你想一个，我听听。都说那石头硬，又说那个钢铁硬，再硬也硬不过好人的命。好人良心正，心正有好命，好命为家尽孝，好命为国尽忠。石头硬，又说那个钢铁硬，再硬也硬不过好人的命。好人良心正，心正有好命，好命为家尽孝，好命为国尽忠。真英雄。